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曾粉夫人的聊聊感情事。我曾经听过我身边的男性友人曾经说过那些女生背完了都不知道。那也曾经呢，我有一次做脸的一个美容师跟我说，她是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，带了一个小孩，她并没有准备好要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当中，于是我就鼓励他说，他也可以只是去约会啊。那他觉得这样他又感觉自己好像被别人占了便宜。其实这两件事情的这两种说法，它其实在传递的是一个相同的概念，那就是在感情中被玩弄、被占便宜。以传统的想法来讲，这一个被玩弄、被占便宜的对象，很容易指的就是女生。而今天我想要讨论这一个话题的原因，是因为在感情中，我觉得它并没有存在所谓的被玩弄、被占便宜的这种说法。这种说法其实是传统社会里面想要去强加在女性身上的，想要告诉女生说，你呢就是应该要乖乖的，必须要符合所谓的社会规范。但你如果仔细去想感情的过程，它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被玩弄以及被欺骗。一段感情的发生，不论你们是否是认真的，就算是 dating 也好，你们双方都付出相同的时间成本，传简讯也好，讲电话也好，让两双方呢都产生出了互相喜欢的感情，于是你们就外出去约会。当外出去约会的时候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男生付了钱，那女生完全就是不用付钱，或者是各付各的，也有可能是女生单方面全部付了钱。不论是哪一种情况，都是心甘情愿。男生全部付了全部的钱，以女生的角度来讲，你何来的被玩弄跟被占便宜呢？反而是你占了别人的便宜，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一顿饭。如果今天是女生自己愿意出的钱，那男生也无所谓的被玩弄或者是被欺骗。那有可能女生会有这种是不是被玩弄的疑虑呢？可是是你自己自愿付的钱啊。如果今天是对方要求你付，你也可以选择拒绝。如果是各付各的，那就也很公平。但不论如何，你们都共同享受了这一顿饭的愉悦的气氛，所以你们双方都享受在其中。好了，饭后所有的活动、所有的行为，其实都是两个人很 enjoy 的状态之下。当然啦，我们不要说很糟糕的约会，就是假设就是很开心的约会的情况之下，那当然发生到最后面了，可能两个人之间发生的关系，这是我想所谓社会会去定义成你被玩弄了、被占便宜的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是否发生了关系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发生关系这一件事情，以务实的层面来讲，大部分其实男生出的劳力比胜于女生。那整个过程来讲，假设你没有遇到很糟糕的情况的话，女生也是很享受在其中的。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何来的被占了便宜跟被玩弄之说呢？所以你仔细去想想，从头到尾，其实你是女生，身为女生的那一方，或者是男生那一方，你们应该都是很享受这整个过程的，所以你就把它视为是一段愉悦的感情。当然，这边我们不讨论那些很糟糕的
约会的情况，假设就是一个双方都愉悦的约会的情况之下，没有所谓的被玩弄之说，没有所谓的被占便宜之说，有没有可能被欺骗？就是我是想要一段认真的感情的，可是对方其实是不想的，双方有对于感情期待差异的这个可能性，但假设这个差异在一开始就说明了，双方也都接受了，那就没有所谓的被欺骗之说了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是刻意欺骗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但那样也是被欺骗，而非真的被玩弄了，因为在整个的过程中你其实也是开心的。所以如果你遇到你的朋友用被玩弄，你被玩弄的这种形容词来去评判你所经历的事情，那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再跟这个朋友有太多的感情上面的沟通了，不要告诉他太多有关你感情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会用这种刻意贬低你的形容词去贬低你的感情，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个朋友如果是不论是男性或女性，他们都是站在他们在感情的观念上是没有一个对等观念的，他们都觉得感情就是有一方是高高在上，一方就是很低的，甚至如果今天这是个男生，他甚至有可能是那种很传统的大男人主义，就是以看低女性的姿态去看待这整件事情。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朋友，你也不需要有太多的也不需要跟他有太多的交集，或者是说也不需要告诉他太多有关你感情的事情。好，这只是这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在感情上，你就去好好享受每一段的约会，不用担心自己是否被占了便宜，或者是被玩弄了。因为假设你是享受这整个过程的，那就无所谓被玩弄了跟被占便宜之说。而且你怎么知道今天你是被玩弄那一方，而不是你玩弄了人家呢？所以呢，但我相信你不会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对待感情都是真诚的。那就算说你只是想要一段轻松的恋爱，你只是想要一段轻松的约会，那也只是代表着你没有准备好要安定下来。只要你不欺骗对方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，只要是双方都可以接受，那我觉得那就是一段很合理的关系，也是一段很健康的关系，因为大家坦诚不公，没有所谓的欺骗。那只要呢两个人都开心愉快，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周的尊粉夫人聊聊感情事的主题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、按赞、加点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